喜乐蒂此刻都快幸福的晕倒了，因为他在训犬师祖传的百宝毯上找到了久违的快乐，翠绿色的草地也变成了他最爱的地方。因为如果没有训犬师的话，他还是那个拥有极度恋家癖的狗，就连出门散步都是一个问题。这是一个充满爱和幸福的五口之家，因为孩子们十分想要一只小狗陪伴，所以他们就在5个月前把这只喜乐蒂领养了回来，并且为它取名叫金子。它那漂亮的外表简直是颜控者的福音，再加上它那乖巧温顺的个性，更是深深俘获了一家人的心。但好景不长，相处之后，监护人发现这竟然是一只宅狗。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外出散步，刚出门的他就想往家里跑，如果主人让他走上几步，他就会趴在原地不动，似乎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写满了"我不愿意"4个字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轮班抱着他完成散步任务。谁能想到当初自己竟带回了这样一只哀狗。男主人觉得10个月大的狗狗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，像很多狗狗这时候即便在室外来回跑上1个小时依旧精力充沛，但与之相比，金子似乎变成了一只老狗。他拒绝散步，整天都宅在家里，即便偶尔出门也会对着家的方向望眼欲穿。如果主人不控制的话，他就会脚踏风火轮飞一般的往家里跑。뭐가 문제일까? 항상 너무 고민되는 거죠. 말을 어느 순간은 얘가 좀 말을 했으면 좋겠다라는. 金子每次外出时就像一个指南针般，无论走了多远，狗头都会指向家的方向。就连大女儿看见这份恋家情节都只能频频叹气。如果松开绳子的话，她甚至还能自己找到回家的路。这份老狗识途的本领也着实震惊了一家人。女主人也曾一度怀疑她是不是得了传说中的自闭症，才会导致一直不想出门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她也煞费苦心，因为之前节目中也有狗狗的情况跟她类似，所以她就按照训犬师的建议带着它在屋里散步，但没走几步她就又跑回狗窝趴着了。而男主人也费尽心思地带她来到了室外，虽然他想用打哈欠的方式让金子放松下来，但归心似箭的狗子依旧不理不睬。大女儿用零食引诱法让她在屋子里一点点移动，但没想到她却十分精明，吃完美食的她马上就挥挥手离开了。套路对她来说没有半点用处，但一家人并没有放弃，他们想方设法用各种东西勾起她的兴致，尤克里里、玩具、飞盘、橡胶手套他们都尝试个遍，但金子却如同老僧入定般心中不起任何波澜，甚至他们还拿出了天然扁柏想让她放松一下，但这依旧还是没有任何作用。 이제 포기했습니다. 지금은 애들 따라서 좀 활발하게 노는 모습도 보고 싶고 그런데 걔 자체가 이제 그렇지 못하니까. 其实孩子们的愿望很简单，只是希望金子能够像其他狗狗一样，开开心心的在室外散步玩耍，活泼一些的和他们互动就可以了。虽然训犬师登门的时候，金子并没有热情的接待他，但他还是先和主人寒暄了一番才进屋。他说自己是故意慢悠悠进来的，因为如果金子是那种进屋就会蹦跳着靠近打招呼的狗，那就说明在这个空间内他是充满自信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他都进门这么久了，金子依旧趴在那里不理不睬，这就证明他确实存在问题。而且他刚才还抬头看了一眼江训，虽然现在看来他在闭目养神，但看他耳朵的姿势就说明他在装睡，这其实也是一种消极暗示，就像一个人长时间被各种问题所折磨，最后只能精疲力尽的倒下了。训犬师之所以在门口停住了脚步，是因为他觉得再进一步金子会感觉不舒服，所以他们先来到了远处的桌子旁进行沟通。江训告诉他们，其实金子很可能不只是散步的问题，就好比一个人生病了会咳嗽，咳嗽只是他的一个症状而已，内在还有其他症状并没有表现出来，金子也是如此。接下来他们就一起来看视频分析金子的行为。当看见他在室外时，嘴巴会微微鼓起来。他说正常的狗狗会用嘴巴呼吸，如果它们紧张或兴奋时，呼吸就会变得急促，但金子却闭着嘴在呼吸，这足以见得他是十分胆小谨慎的。而且在没有被一家人领养回来之前，他已经在狗场生活了6个月。一般小狗在出生45天后就会逐渐适应是和同类一起生活还是和人类一起生活，而在养狗场的6个月里，他已经逐渐熟悉了和狗狗们生活的日子，所以当他被领养回来后就会突然变得不适应，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要朝夕相处的一家人。女主人也称，在金子第一天到家时就不吃不喝的，他只是呆呆地望着门外，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。训犬师说，其实先天的个性是一方面，后天的生活经历也同样重要，如果两者叠加在一起，就造就了金子的情况。而且有时候孩子们的热情也会让金子产生不适的表情，这种斜视就是他在弱弱地表现自己不太喜欢这样的亲密行为。视频中金子也曾在半夜突然对着空气狂吠，江训解释道，这是因为他内心十分孤独导致的，如果要改变这种状态，一家人就必须在晚上打开房门，让他在家里自由活动。如果他能和孩子们一起睡觉，也可以更好地帮助他走出自我的囚笼。其实对于金子这样的狗狗来说，往昔那些不美好的记忆总会时不时地涌上心头，他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再给他增添任何不美好的体验了。 다양한 사회화를 경험하지 못한 것 같아요. 조금 더 사회화를 시켜주고 그런 거에 노력을 해야 하는데. 也许金子曾经有过不美好的经历，但他不应该让阴霾一直遮住双眼。
所以先让他在屋子里体验到丰富的乐趣，再逐渐引导他敞开心扉是较好的选择。训犬师让儿子呼唤金子的名字，然后把零食扔给他吃，接着又到房间里呼唤名字给他零食。他告诉男主人可以在房间里放置一个垫子供他休息，因为这样他在家里的选择就多了起来。一旦他熟悉了这样的模式，忧虑就会减少，好奇心也会随之激发起来。他继续来到女儿们的房间进行训练，伴随着大女儿的呼唤，金子也跟了进来。看着金子被零食引诱到床上的模样，大女儿的心中也涌起了难以言喻的喜悦。自从金子来到家里之后，她从未如此近距离地和孩子们互动过，双方的情感也在此刻得到了升华。虽然男主人称在家里还没开过这样的先河，但江训劝导说让狗狗进房间可以让他在情感上平静下来，这样舒适的享受美好时光有利于重拾金子的信心。接下来他们就要进行散步前的准备了。训犬师告诉他们给金子用 H 型胸背带可以减轻压力，然后他把毯子拿出来，在上面藏好零食让他去找。这就像一道数学题一样，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金子要做的事。虽然此时他面对新鲜事物有些紧张，但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是能发现乐趣。 지금 정말 어렵지 않은 문제인데 虽然金子面对这样的难题开始想放弃了，但如果放任他的这种消极态度的话，那外出散步问题就不会有任何改变。不过好在接二连三的训练之后，他开始熟悉起这套流程，而且越做越好。大女儿也用毯子把他一点点的吸引到门口附近。 그 인형 없이는 어디도 안 갈 거야. 나 이 담요 너무 좋아. 근데 그런 아이로 먼저 만들어야 해요. 虽然金子在毯子的吸引下成功和大家一起出了门，但在外面的他还是有着严重的恋家情节。虽然江训一次次的把他摆正了过来，但他试图逃跑的心却没有因此停息下来。他告诉一家人此时可以稍微拽一下绳子再松开，因为金子曾经因为紧张感而到处乱走，他也因此养成了慌乱之下就想往家跑的习惯。而现在紧张感消失之后，他也就自然安静了下来。他让一家人围着金子席地而坐，就这样保持着舒适的放松感，向路过的行人夸夸自己的狗有多漂亮。在这种氛围的加持下，金子也自然会放松下来的。在他熟悉的区域内反复这样做，也能帮助金子更好地认识周围的气味。神奇的是，在不知不觉中，他已经没有那么害怕散步了。他让女主人拿着毯子在前面走，而金子也迫不及待地追了上去。 갑자기 왜 온몸이 떨리죠? 될 것 같은 막 희망이 보이니까. 回到家的金子看起来心情很好，他不断地在几人之间穿梭，表达着自己的开心。训犬师告诉他们可以再给金子做2个垫子，然后像今天这样继续散步，在家里做寻宝训练。只要做到这几点，相信他的蜕变也指日可待。1周后，他们又来到了训练基地，请江训检查工作。他们十分开心地说，金子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总是一副胆怯的样子，整个狗都变得容光焕发起来了，就连找零食的游戏也是信手拈来。虽然外出散步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，但男主人说他们的成功次数也在逐渐增加，这样的变化也让他们喜出望外。而训犬师在离开前也承诺他们，如果金子有明显进步的话，他也会把祖传的百宝毯送给他们做奖励。当江训拿出它的时候，大家纷纷开启了藏宝模式，而金子就成为了那个忙忙碌碌的寻宝者。此刻人和狗的心花都因这张藏宝图而绽放。当他们再来到室外的时候，金子也展露出了他的黄金笑颜。他在翠绿的草地上尽情游走，这哪还有之前胆小怯懦的样子呢？相信在一家人无尽的关爱下，金子也终将会踏上属于他的幸福之路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